我會咁樣形容社交焦慮症，就係你好似覺得自己係一個演員咁樣，即係永遠每一分每一刻嘅時候都有人望住你，有人審視你，然後有人會記得你做過嘅所有事情。有機構調查指喺香港，每2個中學生當中就有1個受抑鬱困擾，約有1/4嘅受訪學生更加出現臨床關注水平嘅高焦慮症狀。到底一個學生點解會患上焦慮症呢？緊張，但係繼續堅持住。Hello， 我叫 Ellie， 我係喺2010年嘅時候確診有焦慮症嘅，咁所以到而家已經大概10年左右。今年25歲嘅 Ellie 喺英國完成咗心理學學位，而家係一個補習老師。2010年嘅時候，佢讀緊中4，因為學業壓力導致佢患上社交焦慮症，更加停咗學2次。呢股壓力係因為佢想獲得別人嘅認同而導致嘅。咁我自己一個比較深刻嘅記憶嘅，咁就係之前我哋有一個英文班啦，跟住發覺好似好多生字我都唔識咁樣。咁當時我就諗住快啲查完生字啦。咁但係老師就即刻話：呢生字咁簡單，你都要查。咁但係後來有少少可能覺得唔係好甘心，咁所以我就決定咗要努力啲去溫書。咁例如話舉例啦，咁可能學英文咁樣，咁我會將一個英文電影，咁我就會播出嚟啦。咁然後抄低晒所有啲我唔識嘅生字啊，或者我啲唔識嘅句子，查晒啦，背起晒啦。我後來成績可以進步咗啦，開始有朋友啦。咁甚至於即係可能我分組嘅時候，我唔再係俾人揀剩嘅一個，會有好多人願意同我一組，有好多人願意問我功課，咁令到我覺得即係好似如果我再成績再好啲，如果我再努力啲，如果我再花再多時間啲，咁係咪真係代表咗有更加多人中意我，更加多人願意關心我？咁所以就變咗一開始不停咁 push 我自己溫書。Ellie 視成績係人哋對佢嘅評價，佢好介意人哋嘅目光。為咗維持喺別人心目中嘅形象，佢唯有不斷讀書，最後陷入惡性循環，成為患上社交焦慮症嘅主要原因。嗰時我見到個成績，原來我唔再係全班第一，跟住我就開始覺得好焦慮，咁所以我就開始逼自己再逼多啲，再希望自己溫書時間再長啲。如果我10幾個鐘頭唔夠，咁咪20幾個鐘頭咯。我有一日我發覺自己真係體力好差，情緒都好差，跟住我就同我屋企人講，我真係好攰，我頂唔順啦，我堅持到而家，我真係做唔落去。可唔可以我唔再返學？我唔想再面對呢一切。咁我當時見輔導員嘅時候，因為輔導員本身唔可以俾臨床診斷啦，咁所以佢其實冇診斷我嘅咩病嘅。咁係去到我下一年嘅時候，咁我再去見臨床心理學家嘅時候，佢先俾咗一個正式診斷，就話我有焦慮症。其實社交焦慮症好多時發病就喺小朋友嘅期間，我哋已經見到㗎啦。咁根據衛生署一啲數字咧，其實大概3至8歲小朋友咧，嗰個社交焦慮症嘅比率大概係7.幾個%嘅。咁而青少年即係13歲至到18歲度咧，就係5.幾個%嘅。咁而社交焦慮呢個問題都係女仔比較多。咁因為佢哋好可能喺社交場景裡面好特別在意對方係點樣睇啊，其他人對佢嘅評價，而佢哋好多時對自己嘅自我形象都係比較低。會覺得有啲情景會尷尬啊，會引起一啲出醜嘅情況，咁所以佢哋就會有啲無形嘅焦慮啦。咁有一部分人咧對自己自我要求係非常高嘅，經常要係一個好完美嘅形象示人，咁所以佢哋會覺得自己有輕微做得唔好咧，都好難接受。確診之後，佢退學，再轉校去到另一間學校，但係讀咗大概幾個月之後，佢就再休學。之後喺屋企休息咗幾個月。社交焦慮症除咗影響到 Ellie 嘅學業之外，仲影響到佢嘅日常生活。當時可能出街嘅時候，可能我只係去餐食飯啦，咁然後我就會望住即係可能個侍應嘅反應，覺得個侍應好似唔笑喎，我都會好快就俾好多唔同嘅 trigger 到。咁嗰時因為我生活真係好痛苦，我覺得我身邊冇任何支持我嘅人，我覺得我前路又冇乜希望，因為我都返唔到學啦。咁所以嗰陣時我會成日都睇小説，沉醉喺小説世界裏面。因為當我睇小説嘅時候，我就唔需要諗我現實發生嘅事情，我唔使諗我同屋企人拗撬。
咁所以有時我會想寧願出街，即係因為出街我都可以有啲自己私人空間。咁所以可能我就會攞 MP3 啦，跟住我就攞埋我 earphone 啦，然後可能攞埋本簿，咁我就會上去巴士上面，咁然後就去一個是但揀個地方，只要夠轉，車程夠長就 OK 㗎啦，就會不停咁樣寫，去抒發自己嘅情緒。其實咧，社交焦慮症都係一個好常見嘅情緒病嚟嘅。咁如果佢能夠係及早治療嘅話，嗰個治癒率都係非常之高嘅。Ellie 開始接受治療，見過家庭醫生、輔導員、臨床心理學家，嘗試過由家庭醫生開嘅血清素，但係對病情幫助不大。而接受咗沙維亞家庭治療之後，令到佢同屋企嘅情況得到改善。因為沙維亞佢本身有一個叫冰山理論啦，咁就係話我哋每個人嘅行為都只係冰山一角，即係可能你見到好細好細嘅一部分，但其實背後有好多唔同嘅情緒嘅。沙維亞嘅家庭治療方法，即係叫 Satir Model 咧，係家庭治療模式嘅其中一種。呢個治療嘅方式咧，其實佢比較集中啲，係用家庭嘅角度出發，係好多時牽涉到佢嘅屋企人或者係最親近嘅家人。咁你話沙維亞治療模式係咪一個常用嘅治療模式呢？並不是最常用嘅治療模式。咁有一啲嘅患者，如果佢嘅社交焦慮嘅成因係同屋企人有關係多啲，譬如話屋企人係過分保護啊，或者係有時會經常話俾個患者聽你做得唔好，會比較挑剔佢啊。咁嗰個嘅患者佢可能會對自己嘅信心特別弱。咁而呢部分咧，佢一個人去克服都未必得嘅，要屋企人咧一齊去改變。譬如話喺管教模式上面嘅改變，咁先至可以令到咧患者佢可以相輔相成嘅一個成長嘅。因為自己嘅經歷，令到佢希望更多人關心情緒健康。佢而家做時間彈性嘅補習老師，更加建立咗一個網站，去收集唔同情緒病人嘅故事。Alpha 就係佢其中一位受訪者。其實我多謝 Ellie 去俾呢個機會我分享自己嘅故事啦。其實對於我嚟講係好大嘅突破嘅，之前都未試過咁完整去講自己嘅故仔俾其他人聽啦。但係我見到好多病患者啦，好多同路人去分享佢嘅故仔之後咧，其實唔止係對其他人係有一個鼓勵嘅效果，對自己其實都係一個接納自己同埋認識自己嘅過程。如果而家睇緊呢一個影片嘅人係一個情緒病人嘅話，我想同你講嘅嘢就係，我知道而家呢一刻嘅時候，你可能覺得一切都好黑暗，好似治療嘅過程永遠都唔會成功咁樣。但係我想同你講嘅係，無論你究竟係咪真係病好咗，你都係一個有價值嘅人，因為你本身價值係嚟自你一個人。呢個同你有冇情緒病本來係冇關係。